日本地震后，中国民族主义一边狂欢，一边被官方劈头盖脸一棒子。日本地震发生之际，一则视频在中国各社交平台迅速走红，其震惊内容更是在日本引发轩然大波。这则标题党视频来自中国某电视台主播，直指日本地震为报应，其言论的冒犯性和恶劣程度令国人羞辱哗然。这名主播很快遭到停职，本可平息事态，哪知此事在中国继续发酵，舆论场上火药味十足。这场言论风波已上升至道德高地争夺战，在这个仇日情绪已被煽动的国度，局势变幻莫测，难登大雅之堂。2024年1月1日，日本北部海域发生了 7.6 级强震，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不仅让日本人陷入了悲痛和恐慌，也在中国网络上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舆论战。一方面，有些中国网民幸灾乐祸，认为这是日本去年决定向太平洋排放核废水的报应，甚至有人预言日本将在全年遭受更多的天灾。其中，一名海南电视台的主播肖成浩在个人视频中直接将日本地震与其侵略历史联系起来，称之为苦难报应，并用尖锐的语言嘲讽日本人。这段视频在中国社交平台上迅速走红，获得了不少网民的支持和赞赏。他们认为肖主播只是说出了中国人的心声，表达了对日本的不满和愤怒。他们认为日本的核废水排放是对全人类的挑衅和伤害，应该受到惩罚和谴责。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中国网民表示同情和关切，认为不应该以牙还牙，对日本的灾难幸灾乐祸。他们呼吁要有宽容和理性，不要仇视外国人，尊重他国的生命和尊严。他们认为肖主播的言论是不负责任的，是对地震遇难者的不尊重和侮辱。这些不同的声音在网络上激烈的交锋，引起了日本的强烈反应。许多日本网民对肖主播的言论感到愤慨和震惊，认为这是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和仇恨言论，是对日本的侮辱和挑衅。他们要求中国官方对肖主播进行严厉的处罚和道歉，否则将影响两国的友好关系。就在这场舆论战愈演愈烈之际，中国官方出人意料地做出了一个决定，停止肖主播的一切工作，并在声明中批评他的言论是不当的，是不符合中立原则的，是损害了电视台的形象的。这一决定立刻引发了中国民族主义者的不满和反弹。他们认为这是对肖主播的不公正和打压，是对中国人的屈辱和妥协，是对日本的示弱和让步。他们指责海南电视台是亲日和日资的，是丧权辱国的，是断了脊梁的。他们要求电视台恢复肖主播的工作，并为他平反和道歉。然而，这些愤怒的声音并没有得到中国官方的任何回应和支持。相反，官方似乎有意压制和平息这种民族主义的高涨情绪。比如，新华社在报道日本地震的新闻时，严格过滤了下面的仇日留言，只保留了一些祝福和同情的评论。甚至连以往积极煽动民族主义的官媒人士，这次也站到了制止的一边。如《环球时报》的前主编胡锡进就公开表态，支持对肖主播的处分，并呼吁公众人士在涉及他国灾难时要与仇日言论保持距离。胡锡进认为，肖主播作为公众人物，失言伤害了电视台的形象，所以他受到惩处是应该的。种种迥异声音激荡交锋，已使这场风波超越个人层面，上升为中日之间一次集体舆论较量。如此看来，事件的主要矛盾似乎已然指向国族尊严这个敏感命门，双方都在此问题上表现坚决，不留退路。这一次，中国官方没有给予反日民族主义以明确的背书，而是选择了一个相对中立和理性的立场。这无疑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因为过去几年，官方一直在积极鼓动对日本的仇视情绪，尤其是在去年日本排海和废水一事上，
中国从上至下都是一片谴责之声，官方甚至放任、怂恿了大量与此相关的谣言在国内传播，导致了民族主义情绪的蔓延和升温。一时间，民族主义者们似乎无法理解官方的转变，他们可能会感到自己多年来散布的反日情绪这一次失去了根基。他们可能会质问官方到底站在哪一边，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尊严和利益，还是为了迎合日本的压力和要求？的确，中国过去10几年一直在刻意培育民族主义舆论，它已经成了主流的政治正确。许多普通人也深受其影响，会不加细想就重复这些话语。所以，当反日民族主义这一次遭遇清算，许多人会感到迷茫和困惑。他们可能陷入自我怀疑，也可能继续责问官方的转向。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任何极端的民族主义都不可取，它容易造成偏见、歧视、仇恨，损害国家的形象和利益。它也不利于两国的和平与合作，更不利于全球的稳定与发展。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局势下，这无疑是愚蠢和危险的。这一次，中国官方明显意图抑制这种过激情绪，也许正是为了避免损害国际关系，维护国家的声誉和形象。这也是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和战略目标的。我们应该支持和理解这一决定，而不是盲目的跟风和煽动。当然，民族主义情绪的蔓延也与官方自身不无关系。正如一位博主指出的，这种狭隘民族主义风气其实现在已经是主流，它的根源在于官方多年来刻意的引导和制造。所以，中国官方今后如何引导正确的民族观念，避免极端民族主义抬头，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毕竟，当最坏的那一天来临时，主动散布仇恨言论的官媒和民族主义煽动者都难辞其咎。我们不应该忘记，中国和日本是近邻，也是重要的经济伙伴。两国之间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渊源，也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间。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两国应该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共同应对各种挑战和危机，而不是相互仇视、相互对抗、相互伤害，制造更多的矛盾和冲突。我们也不应该忽视，日本的地震灾难是一场人类的悲剧，是一场对生命的考验。我们应该给予他们最基本的同情和关怀，而不是最恶劣的嘲讽和讽刺。我们应该用人道主义的精神，而不是民族主义的偏见来看待这场灾难。我们更不应该容忍一些公众人士利用这场灾难来炒作自己的名气，传播自己的观点，激化自己的情绪，满足自己的私欲。他们不仅损害了自己的形象和信誉，也损害了中国的形象和信誉。他们不仅伤害了日本的感情和尊严，也伤害了中国的感情和尊严。他们不仅违背了中立的原则和职业的道德，也违背了人性的良知和道德。这一次，中国官方对这些人的处分是正确的，是必要的，是及时的。这表明了中国官方对日本灾难的态度，也表明了中国官方对民族主义情绪的态度。这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也是一种理智的表现。这是一种对内的教育，也是一种对外的沟通。这是一种对过去的反思，也是一种对未来的展望。我们希望这一次的事件能够引起中国民众的深刻思考，能够促进中国和日本的友好交流，能够提高中国的国际形象，能够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我们也希望这一次的事件能够成为一个契机，能够推动中国官方更加规范和引导民族主义舆论，能够避免和防止极端民族主义的出现，能够培养和弘扬正确的民族观念，能够构建和发展和平与合作的国际关系。尽管这种希望渺茫，因为民族主义已经成为尿壶，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会拿出来继续骗人。